我在马来西亚见到了人生最美日落。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东马最大的城市亚庇。在西马旅行时，我们看到过各种华人文化以及华人历史，但在这个东马最大的城市，我们几乎看不到几张华人的面孔。这里比较常见的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卡达山族以及巴瑶族，还有马来族。听说当地的华人比例高达20%，但是我们却很少能看到华人。因为本地司机大哥给我们解惑，在西马华人很少和其他族裔通婚，但亚庇的华人和当地人通婚较多，所以很多都是混血华人。马来西亚每个地区的文化都是截然不同的。来到亚庇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里的日落。亚庇的日落堪称亚洲甚至世界最美日落，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几天，只为等待那几分钟的绝美景色。日落时，整片海面被融成流金，云霞漫卷成温柔的橘红，偶尔天空中还会闪现出紫色的光彩。亚庇的日落是南洋最动人的黄昏。除了日落，我们还参加了亚庇的一日游，不能说索然无味，只能说无聊透顶。吃2顿饭，看到一只被绑在树边被迫营业的猴子，穿越红树林，看那肉眼无法观测到的萤火虫。大家以后来到这边，我们的建议是千万别报。忘了一点，在亚庇整座城市似乎都被飞机和摩托车以及汽车的噪音所影响到，一定要挑一个安静的酒店。结束了亚庇旅行，我们便前往西安本纳，那里有着传说中东南亚最美的海。实在不好意思拖更2个月，最近几个月费文涛一直在健身增肌，因为我们打算今年去印度旅行。大家都在网上听到过印度的种种，我们也要为这次旅行做好充足的准备。从今天开始，继续和费文涛一起旅行吧。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这一站，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沙巴州的首府亚庇。亚庇是我们这趟东马旅行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一座很漂亮的海滨城市。这里的海水很干净的，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果冻海，有很多游客都专门飞到这里来跳岛或者是潜水。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要去仙本那了，所以我们在亚庇这里主要就是休息、吃海鲜和看日落。跳岛和潜水我另有安排。在我们还没有到亚庇之前啊，就听说这里的日落非常惊艳，可以排进全球的 Top 3。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到亚庇这里最适合观赏日落的一个点啊，叫做丹戎亚陆海滩。这会儿才5点20，日落一般要到6点半了，还早，我们在旁边先逛一会儿。其实今天已经是我们在亚庇待的第4天了，但是呢，我们前2天那边休息，没有拍视频。从我们前2天到亚庇这边的感受啊，就是沙巴所在的东马跟西马是真的差别挺大的哈。对，差别非常大。整个沙巴州啊，就拿人口来说，这里的总人口是300多万，但是华人很少，主要是以马来人和本地的土著为主，华人只占不到10%。那跟我们之前去西马的那几个城市完全不一样，那里到处都有华人面孔，然后还有这个中文的招牌。那这里大家看完全没有，就是一座感觉很风情万种的热带岛屿那种度假的地方。宝子们，你们看前面这个老哥，一看哈，他应该就不是马来族的，那他也不是华人，那他是哪里的呢？其实，在亚庇这里啊，有非常多的这边东马的原住民，对整个马来西亚来说算是少数民族。对。然后这里有什么巴瑶族啊，还有山里面的卡赞山，对，达顺族。在这个市中心啊，就有一个类似旗鱼还是这种鱼类的一个标志，感觉整个亚庇就是一个海鲜之城。刚刚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块牌啊，上面写的是 I love KK，KK 就是这个亚庇的英文的名字。亚庇其实是中文的音译，那这里的这个英文全名叫做哥打金纳巴罗，这2天还没有完全的记住，简称就是 KK。这会儿我们来到了海边了，已经这里有很多出海已经回来的渔船哈。远处的那个岛就是离亚庇比较近的一个岛上，那岛上有人居住，这里有码头，也一直有那种小船，就跟公交一样，把两边的人运来运去的。那个方向是西边啊，大家看今天这个云层，我感觉很有可能咱们要做好今天看不到日落的准备啊。不过我们在这已经待好几天了，我们前面有看到过。如果今天我们去丹戎亚陆那里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我们前面拍的，只是没有在最佳观赏点而已，但依然很美。宝子们，你们看，我们前面这些都是韩国的旅行团。在亚庇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这边的韩国游客非常的多。中国游客同样多，是感觉整个亚庇城市都被中国人和韩国人包圆了，然后他们当地人其实不太能分清楚中国和韩国人的长相，所以我们俩出去经常就是大家说你好，然后看我没反应啊你好，然后再没反应他们就こんにちは。这里有个小码头啊，好多的小船啊，这边感觉是一个当地人在这边自己做的一个小码头啊。对，这里没有游客，
游客坐船的那个码头，专门有个游客码头，是在我们住的酒店那里，就在那个曙光广场那一块儿。这看全部都是当地人哈。对，这应该都是对面那些岛上的原住民，他们每天可能要工作或者怎样，往返于这个岛和城市之间。我觉得头发包的比较严实的这些女性哈，都是马来人，然后还有一些。明显长相不太一样，然后也更黑一些的，就是岛上的。我们在这个小码头的旁边，又看到当地人在打排球，感觉当地人还是很热爱这项运动。你看这里这观众啊，坐在这个铁架子上，还有那些人坐在这个蓝海堤上的，是好厉害！哇，小朋友也在打呀，加油！感觉这边的这些球员都是这个鱼市里面的一些商贩哈，应该是一天生意做完之后。这边打比赛，当地人真的是很热爱排球。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真的好厉害，就是你看他们都光脚，然后跳起来再落下，只要他们扣球跳得挺高的，离地间隙感有70-80公分了，对，然后再落下，好厉害，好厉害！近距离观赏一下他们的比赛，你看他们当地的球员啊，就这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跳得非常高，全部都是赤脚的，不像我们在国内运动，一般都是穿的运动鞋，高弹性那种，蹦得老高了，就感觉这种。运动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也不讲究什么场地啊、装备啊。哇，你看这，只要有一枚排球，大家就可以开始了。在旁边这边还有小朋友的预备队啊。There? Yeah. How much? Yeah. How much? How much? 75. Maybe tomorrow 75. 整个飞机排球，对，海滩多美啊 ！North Korea。小哥哥干懵了。小哥跟你聊什么了？小哥问我从哪来，我说 North Korea。小哥哥哦。But I think the first beach has too many people. Yeah, too many. That's why go to second beach. Second beach. Yeah, Okay. second beach. 我跟他说今天云层很厚，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落日。然后司机说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应该大概率可以，并且跟我们说不要到那个第一沙滩，那里人会比较多一些，让我们往前再走到那个第二沙滩那里看。Hey brother, how about your salary? Every month? Around 1,700 ringgit. Is there some job in your city? I mean, what do the people do for living? Here, Yeah, fishing? fishing. Lots of fish, right? Here. Yeah, lots of fish. But I saw that your city is so new. Lots of buildings are very new. Yes, very new. I also learned from the internet that it mentioned your city is bombed by the Japanese. Yeah, before this, not here, the city, Oh. Sandakan. For this, we call it like a little Hong Kong because it's the biggest for economy. Oh. After Very rich. World War II, Yeah. here is the city. Oh. So you changed the place. 那刚刚呢，我们的司机小哥也跟我们补充了一点啊，就说以前呢，沙巴州这里比较繁华的城市是在山打根那里，那里是因为被日本基本上炸光光了，所以后来呢，亚庇这里才变成了现在沙巴州的首府了。You know, in the West Malaysia, I saw lots of Chinese, lots of Malaysia Chinese people. Oh, Malaysia Chinese people. Yeah, but here I don't see lots of Chinese Many, people. many. Oh, many. That's why I asked you when here dusun with Chinese, we call it Sino. Oh. Yeah, half Chinese, half dusun. Oh. That's why the face not like a Chinese. 我们这个小哥真是不错呀，还给我人真们好啊多拉了一些，还不问我们要钱。哎呀，对，我们从市区那儿打车过来是14马币，然后司机跟我们其实要能多拉1公里多，把我们拉到这个第二海滩这里人相对少一点。是的。然后我们给司机最后给了18，司机也不要，是因为多了1公里嘛，我想多给司机4马币呢，然后司机1分都不多要，不过我们最后还是给他了。对，不能让好人吃亏哦。是的。好看，好看。photo? Photo. Yeah. Take photo. Yeah, take photo. One person. One person, yeah. One person, I give you solo 100. 100. 有点贵，稍微100马币才拍一批照片，是的有几张。 Hello. 不过就是 right? Hello.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later. Thank you. 不过就是会给你提供这样的奖板，可以在那个上面拍。是。但是也确实不便宜啊，等于170万人民币，拿他的奖板在那拍照。是的。哇，已经让人感觉了哈。果然啊，涛哥，你看看那个方向就是第一妈呀沙滩，离这1公里，你看那边多少人？对。天哪！
我们司机是个大好人啊，真的给我们拉到了一个相对人少很多、空旷的地方。能拍照的地方。对，今天我感觉这个日落还不错哎，比我想的好多了。因为出门那会儿稍微有点阴天。涛哥，你知道吗？沙巴还有一个名称叫做风夏之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是不是感觉我们家下风口啊？它跟风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说呢，沙巴州的首府亚庇这个地方呢，它正好就在北半球的台风区以南，正好避开了台风区，所以之前就会有很多这种商船啊在这里避风，叫风夏之乡。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整个亚庇的地形是这样子的，它的一面是背靠着山的，另外一面是朝着大海的，整个市区是呈现一种比较狭长的这种一个滨海平原的状态。飞无人机很搞笑，因为在无人机的旁边几公里，可能2-3公里就是飞机刚飞过呀。对啊，我们本来今天是打算带无人机的，但看这边离机场很近哈，对，就没带。后来文涛想了一下，说这离机场这么近，肯定是禁飞区。这里面会不会有螃蟹呀？有可能有啊，小螃蟹。这是螃蟹还是那个别的那种沙虫？小螃蟹是螃蟹洞吗？这种多的哈，沙虫一般是一块区就一个，你看着很多，这都是小螃蟹。那你说这个沙粒这种圆圆的，这是什么？这螃蟹弄出来搓出来的球，它挖洞。文涛每天在家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各种赶海，看别人今天抓了多少海货，然后他每天觉得好像自己收获了一样。哇，我感觉今天有戏啊！对，你看最西边那里海平面那里的云散掉了，好美啊！这个日落真的是渐渐美起来，超美啊！我们上一次看到更美的日落，应该是在湄公河，在金边那边。哇，但现在看到亚比的日落，觉得又是另外一种滋味啊！我现在脸上是不是泛着一种慈祥的光辉？圣光，是不是我整个人看起来都温柔多了？是你本来就很温柔。温柔吗？温柔，老温柔了。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女孩。哇，太漂亮了！好美啊！真的好美。你没发现吗？这块云基本上都快散开完了，是，只有上面这几块，但这几块一会儿都会被照成那种紫粉色。根据我们这两天的亚庇的经验啊，对，今天一定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日落盛宴，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欣赏，超美。宝子们，我们带你们看了最美的日落，但是今天的云没有我们前2天看那个云打的那漂亮啊，这个晚霞。今天的云就是那种比较普通的金黄色的，是的。前2天整个天空是粉紫色那个调，太好看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前面有视频，大家可以再看看前2天的天空，真的超震撼。我跟大家讲，亚比的日落，我以前觉得都是吹的，但现在来到这儿，我才发现真的是美，真美，全球 Top 3啊，名不虚传。这个日落和晚霞呀，每隔5分钟、10分钟。就会完全一种不同的景象出现。这阵儿的景象像什么？我感觉像银河系，哇，太美了！我觉得我们拍出来，大家可能肉眼不一定能怎样啊。对，现场看真的太美了。很多人是看到太阳从海平面那掉下去之后就走了，实际上最美的就是在太阳落山之后那15分钟内会出现。夕阳永远是这个时候最好看的。哇，涛哥，你看。这里的云都是粉色，这个是我们看到那种紫粉色。对，你看那边全是紫粉色的云，蓝粉、紫粉这种颜色。对，我感觉你的这个摄像头还有点吃颜色，如果是拿手机拍，可能会更明显一些。给大家看一看，哇，真的是有点紫色了哈。玩老滚的朋友有没有感觉这点是进入那个龙翼的天空这种颜色，5颜6色的？现在是晚上的7点整，我们已经看完日落出来了。不过这个点儿车很难打到，所以我们准备往前面稍微走一走再打车吧。大家看，都已经日落下去了半个小时了，还是很美啊！不知道我们镜头能拍到不？现在的海上面是那种深紫色和金黄色交错的那种颜色，再加上这种紫色的云啊，然后还有椰林，还有这种海水，我们现在算是感觉到了沙巴的美。有句话你听过没？上有天堂，下有沙巴。对，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吃饭吧。来到了亚庇，一定不能错过就这里的海鲜。
亚庇的海鲜种类又多，而且价格也便宜。不过呢，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吃榴莲的话，就不要来亚庇了，这里的榴莲超级贵，榴莲还是去西马吃，然后东马就吃海鲜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地方了，这家叫做静文茶餐室，人好多呀，巨多无比大家看，啊！里面大概有40-50张桌子都不止啊。对然后看看外围全是排请队的，注意，都在请马路乘顾客上坐着。 057号。然后我们刚刚到这儿，这儿有一个叫号码领取处，下然后可以一个号扫请注意二维码。，请趁顾客057号入座，我们请现在是各位顾客遵守我们的规则。第一，请不要重复多次取号操作，如系统监30测。位啊！刚刚送我们过来那位华人司机大哥开车太快了，如果他开得慢一点，我们还要再多排几个号。是的，过于快了，我在里面吓得不敢说话，开太快。我看着飞老紧张了，这是我们来马来西亚以来坐过的最快的一个的士。对，我们吃饭这个海鲜店好像是一个华人的聚居区在这边，然后这还有个中国超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宝子们你们猜这个多少钱？茉莉蜜茶，大瓶的哈，这个一个是5.8马币，有零有整的10块钱人民币吧。当地人吃饭的地儿都特别的休闲，弄瓶小啤酒啊，弄个小椰子一吃，这还有什么卖梅园也在这吃饭，这是华人吃饭的地方，排队都排得里3层外3层的。不应该是华人啊，应该是中国人吃饭的地方。在经过了整整1个半小时的排队排座以及半个多小时的等菜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今晚的晚餐。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了什么啊？其实这2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这个是螃蟹，这个1公斤是50马币，我们正好就要了1公斤，好像是3个吧，正好是30。里面的是咸蛋黄味儿的，它这个做的还是挺快的啊，相对来说，而且老板把这个蟹钳什么都已经打开了，对，这样吃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这里也给我们配了一个开壳器，钳子，对，还可以再继续加其他的壳。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奶油虾了，它这个有干奶油和湿奶油，我们要的是湿奶油。我闻一下，看起来好浓郁哦，闻起来好香啊！而它这个虾好大呀，大家可以跟我的这个手去对比一下，感觉一只应该都差不多有10几公分了吧？是，看。然后中间这2盘是我们要了1公斤的这个东风螺，老板配的这个酱啊，我刚尝了一下，好像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吃着有一股腐乳的味道，还挺好吃的。其实我觊觎这个很久了，刚刚上来有点烫，有牙签可以把它给弄出来。哇，感觉肉还挺肥的哦，断了，哇，好肥哦，你看，对，不错。第一口谁先吃？第一口当然是粉丝先，看我吃，我没有蘸它配的这个酱啊，我自己自制了一个。辣酱，然后里面放了一点酱油，这样就很好吃，很鲜。我觉得来海边吃海鲜，死掉的就没有啥意思，一定要吃新鲜的海鲜。这个其实刚上桌大概2-3分钟吧，还是挺烫的，稍微看起来好浓郁啊，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看起来又很诱人，多汁啊！而且老板已经开胃去虾线了。好好吃啊！我看这一盘有多少？好像是8只。如果不够，我们可以再点一份那个，真的好好吃。它这个咸淡刚好，而且虾很鲜，这蟹钳真的好大，而且已经给砸开了，里面的肉可以直接吃，咸淡黄味儿。其实我本来想要椒盐的，但是他们家的咸蛋黄比较推荐一些。剥开之后啊，里面好多肉。对，我刚才看那个螃蟹了，活的那种青蟹，你知道吗？他们这儿不是好多红树林嘛，所以有那种红树林里面生长大青蟹，就是那种大青蟹。觉得这家比较平价，这3只螃蟹才50马币，然后这个虾好像是20多马币，这个是东风螺1公斤是28马币1公斤，它分2盘子装的。我们一共吃了106.5马币，然后人民币是18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便宜的。那么大3只螃蟹，老婆，你知道吗？刚吃海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你能想到是谁吗？
我也想到一个人，不知道咱俩是不是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一块儿说。江叔叔，对，真的啊。对，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东北大连那边的时候，江叔叔每天都在给我们搞海鲜吃，哇，吃了好多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的海鲜。而且是江叔叔教会了我怎么去吃螃蟹。我以前对螃蟹就是只知道它那个腿啊、钳子啊怎么吃，但里面哪部分不能吃，哪部分可以吃，然后怎么去分公母，怎么去挑它那个膏厚不厚、肥不肥，都是江叔叔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旅行也跟人生是一样的，在一路走，一路遇见不同的人，然后这一部分人都会分别教会我们很多新的东西。对，不光在我们的旅行中，也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人生的印记。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江叔叔，我想江叔叔以前怎么带我们吃海鲜。我也是，当时我们在大连待了7天，每天都在吃不重样的海鲜，都是江叔叔在给我们做的。对，不知道江叔叔现在有没有在看这个视频哈？一会儿把这段发给他。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整了，我们终于吃完晚饭，这会儿打车回到了酒店楼下了啊。教大家一个在马来西亚打 Grab 的省钱小妙招啊！刚我们吃完饭的时候，从吃饭那里到酒店7公里，显示打车要21马币。然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啊，因为我们吃饭那个点儿周围叫车的人巨多，因为大家都是那个点儿吃完饭的，所以显示打车费翻了2倍。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离那儿只有500米的一个上车点，这样的话打车费就变成了9块，就差了好多啊，直接省了12块。我们从吃饭那儿到第2个那个乘车点那儿，其实也就走了5、6分钟吧，可能400多米，不到500米的样子。对，怒省12呀！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学一下我，如果打车的话，显示周围叫车人过多，然后车价抬升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往周围走几分钟，离开那个人特别多那个点就 OK 了。东马这边人晚上太松弛了哈，岸上的人在玩手机，船上的人也在玩手机。大家好，又是新的一天，今天我们还是在马来西亚东马的亚庇。那今天我们在这儿报了一个红树林的半日游啊，这个团是1点20到酒店接我们，现在是12点10分，还有1个小时，我们刚好吃个午饭。我们这个酒店虽然睡觉的时候比较吵，但它位置真的很好。那边就是游客码头，然后酒店的正对面这里就有一个大商场，里面有很多快餐，麦当劳啊、肯德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中餐做面的馆子。我们去里面看看吃什么啊？这儿还有一个霸王茶姬。哦，大家听到没？飞机，巨大一个飞机。哎呀，每天吵得我们睡不着觉啊。对。还有楼下这个车声，然后我们的房间就在临街这个是6楼那里。大家看这飞机多近，就在那儿。对。每天几十班的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半夜都有。李宗伟。对。这个是霸王茶姬在马来西亚的代言人吗？我觉得以后大家来亚庇住啊，一定要做好睡不好的准备，因为这边整个城市那些酒店都在飞机的沿线。对，其实我们本来是想在亚庇多待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本来原计划是7、8天，但是这里实在是太吵了，因为亚庇的市区距离机场实在太近了，然后它整个市区都在飞机航线上，所以住任何一家酒店都不会太安静。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在这里的第5天了，我们明天就离开这儿，准备去仙本那了。这就是亚庇这边比较大的一个商场了。这个商场啊，我跟狒狒逛了几天，发现一个结论，就这边商场一半都是中国的游客。因为亚庇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热，所以呢，待在市区的游客，除了一部分白天出去潜水或者跳岛，那剩下在市区里只能来商场逛，其他地方会热的融化掉。然后大部分人要么在酒店休息，要么来商场待着，只有在晚上5、6点吧才会出去逛这个沙滩呀，或者是吃海鲜。是。所以这个点儿呢，商场里面人其实还蛮多的。其实今天是工作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本地人不多，本地人好多上班了，基本都是游客，那种戴那种度假帽的都是游客。在吃饭之前呢，我决定先在商场给我买一双拖鞋。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品牌叫 Vapor？ 这个据说是马来西亚的国民品牌，人手一双，而且据说他们家的这个天然橡胶的人字拖质量非常好，据说是一鞋穿3代，人走鞋还在。明天因为我们就要离开亚庇了，我们离开前在这儿买一双鞋，看看。这家拖鞋真的很有名啊，很多中国游客在这边都要带拖鞋回国。对，基础款是20.9马币，就是30多人民币。看起来平平无奇哈。
但据说是质量非常好，因为都用的马来西亚这边的自己的橡胶。马来西亚橡胶是很有名的嘛，在2战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橡胶基地。拼色能好看点，大家觉得哪个好看呢？大家觉得哪个好看？听大家的。对，北京的这一身特别像缅甸的女孩，长裙拖鞋。这双确实挺好看的，涛哥还是很有眼光的。那不然呢？要不能看上你？我看这个多少钱？30人民币50，涛哥50哎，一个人字拖。但是可以传3代的话，也还好，也还好。挑了一个纯色的，我觉得那个颜色比较的欢快跳脱，然后这双比较日常一点。鞋店真的很受游客的欢迎啊！进来这个店，我们待了一会儿，不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好了，全款拿下一双 Vapor 拖鞋。现在我们去干饭啊！来商场逛了一下，这边的好多餐厅都要排队啊，尤其是那种华人餐哈，哇，游客巨多呀。广东点心。还有那家华人开的那种，就是做云吞面那种馆子，我外面在排长队，然后隔壁的这个马来餐厅是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在这儿找了一个这种盖浇饭吧，算是，就2荤2素呀、3荤1素呀这样子算钱。我们看要什么啊？要3个菜加白饭就是8块钱。不过我看他们家好像都是素的吧，因为这家叫素食餐厅，对，也就是有。最荤的就是鸡蛋了。我们的饭已经点好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家海景餐厅这里，可以一边看景色一边享受我们的午餐了。然后老板刚刚给我端上来了一大杯的这个滚烫的开水，是让我用来烫一下餐具的，消毒，还挺烫的，感觉刚刚煮沸的那种。对，今天这顿餐特别的划得来啊，8、9块钱一顿饭，然后还能看外面的海景。对，我们2个的餐加起来也就30多块人民币。一份才10来块，真的挺划算的。我们点的是中餐哈，都是中国的这些传统的炒菜。然后刚才服务员居然还会说中文，估计这边也都是中国游客来。对，而且他们家老板应该是那个中国人，华人。对，你看他们那个装饰呀什么的，都是这种很中国的，还有这种灯啊，他那边的灯还有那个屏风都是非常的中国风的。所以他们家的员工也多多少少会一点中文。最好吃的是这个白菜炒的相当不错。我们已经上车了，我们报的这个团是从中午的1点多来酒店接客人，然后晚上回到酒店可能就要9点多了。它包含的项目还是挺多的，主要就是去红树林里面，然后沿途去找这个长鼻猴，因为在亚庇的附近啊是有很多热带雨林的，然后林子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比较珍奇的动物，像长鼻猴就是一种比较濒危的动物。那林子里边可能还会看到长尾猴，还有其他的小猕猴，然后水里面可能会碰到鳄鱼之类的，然后晚上还有萤火虫。其实我对今天的行程还是很期待的。那今天我们报的这个团的费用是一个人175。来到马来西亚，每一站都有清真寺可以看啊。我们现在到了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一个清真寺，水上清真寺。对，我们在这个地方停留15分钟，好久没报这种团了啊！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挺好的。我们在这停15分钟，然后我们现在进去买门票，然后去清真寺外面去拍那个水上的倒影这种。这个清真寺是这样子的啊，它是分2层的。如果你只进第1层，只在外面拍照，门票是5马币；如果还要想去内部参观，再交5马币。Where buy ticket? Take it. China. China. Hi. Hello. 小红 Yeah, TikTok, YouTuber, TikTok. 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 So cute. 1张票5马币，我们只看外围。Hi. 안녕하세요. China, not Korea. 감사합니다. Okay. So after you can take photo outside onl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We go to the map group. Yeah, for group. Yeah. Thank you, brother. 这些小哥哥真的好外放啊，四处抓镜头，招揽生意的主要是。给大家直观的看一下这里票价是怎么分的啊。我们的5马币只能进这个绳子和铁杆围起来的围栏里头拍，然后这个围墙是进不去的。如果再想去围墙里面，那需要再交5马币。不过我觉得它这个确实有点围得很啊。实际上这个位置就是在路边嘛，在路边都可以看到，但是它把绳子一直延伸到车行道跟前，就不掏钱在那里什么都看不到。
必须得花点钱才对，进来。就还挺那个下三儿的哈。来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打算拍的就是这个清真寺的倒影，但今天的风特别的大呀，倒影几乎看不到了。但这个清真寺挺漂亮的，嗯，这种屋顶啊，绿白相间的这个颜色倒是挺漂亮的。是的，在整个沙巴州有非常多的这种水上清真寺，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哈。在马来西亚啊，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州旗。看我们眼前这个清真寺，左边呢就是马来西亚的国旗，右边呢就是沙巴州的州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到的第二站啊，是一个基金会大厦。它这个外形比较像油桶，所以很多人在这儿拍照。然后司机说，要不然你可以把它托在手上，对，或者站在那里做一个推它的姿势。旅行团就这样子平平无奇，有很多的项目。一天感觉啥也没干，但一天又忙得不行。到了一个服务区，上厕所5毛钱一个人。原本预计2个小时，结果经过3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我们今天的乘船点了。本来以为是个轻松的一日游，结果搞得比越野路线，比平时还要累。我都快吐了。这是我们下午茶的地方啊。呀，你看这，一人是2个这圈圈，2个小球球，2碗布丁。我前面这位来自陕西的贵妇要开始今天的下午茶了。马来西亚版的下午茶呀，全是炸的。我们报的这个亚庇一日游真的非常无聊，除2顿简餐，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在船上穿梭在红树林间。红树林里据说有长鼻猴，但几个小时中我们只看到了一只普通猴子，还是被固定在岸边被迫营业那种。这个猴绝对是老演员了，一脸的淡定和茫然。然后我们这向导假装找了半天，这个线路还能不能继续卖和赚钱，就靠这只猴了。就连打铁花和当地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都略显潦草。晚上在红树林观测肉眼几乎无法看到的萤火虫后，算是结束了这尴尬的一日游。哇，我们这个旅行团虽然说没什么价值，但是全是情绪啊。对，目前这个行程到今天为止，你推荐给大家吗？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很推荐。对，虽然演员吧和职员都很专业啊，比如说那个猴子，比如说这些船员都很负责，但是这个行程真的是乏善可陈，无聊透顶。我想不出来形容词了。现在我们就打车去机场，准备离开亚庇了，前往我们本次东马旅行的第2站仙本那。从亚庇到仙本那的飞机很快啊，只需要飞大概30分钟，因为这2个地方的直线距离是很近的，只有300多公里。但是如果坐大巴或者开车的话，就非常远了，因为从亚庇到仙本那中间是相隔着整个东南亚第2高峰，也是马来群岛第1高峰，叫做金纳巴鲁山。那如果开车的话，这个车程会延长到500多公里，需要开9到10个小时，因为全是山路嘛。不过呢，坐飞机也有点不方便啊，因为仙本那的那个镇上是没有机场的，我们需要先从亚庇飞到斗湖。斗湖是沙巴州的一个省啊，叫做沙巴州斗湖省，然后才是仙本那镇。仙本那其实是一个小镇，所以还是稍微有点不方便，因为从斗湖机场再去仙本那镇可能有70、80公里吧，对，要开1个多小时的车。我们今天依然是亚航的飞机，如果去柜台找人工值机的话，每个人是10马币的手续费，所以我们依然去找这个自助的机器啊，这就好了。走，我们现在去过安检吧。今天我们等于是在沙巴州的州内飞，所以不需要盖出境章、入境章这些了，比较简单。大家注意一下，在这边办自助值机一定要提前1个小时，最少提前1个小时到这边哈，要不然你可能会办不了。这里有一个安检口啊，我们刚才看了一眼，这个竟然是国际出发。它的国际出发包括什么呢？跟大家说啊，很有意思。在沙巴州亚庇的机场，国际出发包括一个就是国际，就是除了马来西亚其他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半岛，半岛就是马来半岛，就指的是西马，整个西马也是属于国际范围。还有一个就是沙捞越，沙捞越也在东马，是东马的另外一个州。东马一共2个州，一个就是沙巴，一个沙捞越。那沙捞越也属于国际出发。从值机大厅下一层啊，下面才是沙巴州内离境。也就是说呢，除了在沙巴州内的飞机，其余的所有就包括西马、包括东马的其他州，还有直辖的区，全部要从那儿过移民局和海关，还挺复杂的啊。所以大家以后来这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不要觉得在马来西亚境内飞就可以不用盖那个出境章、离境章，这里还是分的比较细的。离开了这种自治的州也是要盖章的，不然会出境会遇到麻烦的。这一点不光是对我们啊，对很多马来西亚的公民也是这样子。他们东马西马之间来回走都是需要盖章的。这里就是安检的地方了，比国际那儿小了好多，只有2条通道，大部分人都是飞吉隆坡或者其他地方了。
然后飞这个仙本那的就一点点人。我们现在已经过完安检了，亚庇机场的安检还是挺好玩的。我们整个大书包放那儿就过了，过一下安检机器就好了，不需要把里面的什么电脑啊、相机啊单独再掏出来了，反正很快，也就10秒。是的，结束了。感觉这些游客里面一半都是中国人。孩子们，你们看旁边是什么飞机？马航。马航哦，在我们马上登机的时候，看到马航还是有一些害怕的。好快啊！我马上就要到斗湖机场了。我们是12点35分起飞的，现在是12点53分。我们已经落地斗湖机场了，好热啊！我没想到这里是晴天啊，因为我想着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应该也是阴天或者下雨，36、7度了。这会儿是中午的1点整。那我们现在去拿行李，然后再找个车得去仙本那镇，这离镇还有80多公里、90公里的样子。这个机场不是很大，好像全是那个接机的，还有包车的司机。对，我们没钱包车，就跟别人拼车。可以拼车去酒店，涛哥。你们几个人呢？我们2个人。对呀。你这个是什么车？我们都一共有啊，面包车、小车、油座车。那这个30马力是什么车？都一样的。还是费比较聪明啊，我们在这看了一下，他当地的车也要30哈，我们拼车4个人才100块马币，还挺便宜的。直接打 Grab。风景还是不错的，两边全是这种椰林，偶尔还能看到猴子。然后我们今天车上主要是有2位美女，是我们在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对，这是 Sampona。司机把我们放这边了，带着另外2个小姐姐去他们的酒店，然后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在仙本那镇订的民宿，这个是一个华侨开的啊，叫乔之家自己家的房子做的酒店。然后仙本那的酒店是比较贵的，我们本来想住那种稍微好一点，在镇上那种楼，一间都要在600、700块。然后我们订这个比较便宜，一天只需要不到300块，我觉得还挺实惠的。而且我们刚来观察了一下，这里今晚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们前面每天晚上都是被飞机或者那个摩托车声吵醒，跟2个小姐姐是一路上有说有笑聊了1个多小时，感觉挺快的。那现在我们去办入住吧。我们是有预订过的，然后护照给您。那我们明天早上是有一早餐给你们，早上有早餐7点到9点。7点到9点。对，我们是住2个晚上，对吗？我们后面可能还要续，我们先订了2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吧。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房间的，虽然小，可能15、16平的样子，但是老板收拾得很干净啊。我们那个床单、4件套什么都散发着这个洗衣粉的香味儿，就感觉一看就是洗过很干净的。这里就是2张床了。这个床是2个1.2米的，还挺大的其实。对。不过缺点就是它这个房间确实空间不咋大，然后我们俩的包啊，就只能放到这个铁架上，不知道这个结不结实啊？你看，这是我们明天早上吃早餐的地方，我们酒店是有带早餐的哈，这个其实还挺划算的。因为在仙本那这个旅游小镇啊，能花不到300块住这样一间房。我觉得还挺好。住在民宿的好处就是可以用老板的厨房做饭，因为仙本那这里的海鲜非常有名，但是在店里吃会稍微贵一些，完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或者码头那里买回来新鲜的，然后在老板家厨房里简单的蒸一下或者煮一下，蘸点酱油吃就很美味了。不错哎，我们在这儿可以多休息几天了。收拾好行李呢，我们饥肠辘辘，准备去仙本那镇子里去找点吃的。听很多之前来的朋友说，仙本那这镇子很烂。我们这会儿去看看镇子到底有多烂。大家都说仙本那镇子毫无任何的基础设施可言。对，我们去哇，当地人坐车也太牛了。嗨，这么多人啊！感觉这里的本地人都特别的外放。对。很喜欢跟人聊天，和印度的铁子们一样很爱上镜。可能是之前大家说这镇子说的特别不好，导致我们对这个镇子的预期降低了很多。目前看来镇子还可以，就一个普通的小镇子。在马来西亚每个城市都有很多这种极老的车。走了走，感觉到达 CBD 了。前面居然是一个肯德基 KFC 开封菜，仙本那已经被中国维和攻占了。我们刚刚在仙本那的镇上找了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啊，买了一些零食，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在仙本那要待6天的时间。因为我们下一站是文莱，那从那个东马这边飞文莱不是每天都有机票的，所以我们要等到6天之后才有飞文莱的机票。然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呢，在旁边有一家茶
茶餐室，是华人开的，在这吃个晚饭啊。文涛要的这个是云吞面，不过它这个云吞包的和之前的不太一样，是这种就感觉没有捏成圆形的啊。是的，这个皮里面包的肉。然后我要了一份炒粿条，里面好多肉啊，还有鸡蛋，但是蔬菜没有太多，所以我们又单独点了一份这个炒空心菜。这3份一共加起来是60人民币。就每一盘都是20左右的样子，加一块刚好是60。那我们就开饭吧。